他只是随口咒骂了一句，希望老板去死。下秒老板就真的飞出去了。老板断气的那一刻，他从梦里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。但到了公司一看，梦里的事竟全变成了现实。电梯故障了，迟到的同事被扣了工资。明明是新的一天，却感觉自己已经经历过了，迷迷糊糊的撑到了晚上。公司有个聚会，老白领导喝得烂醉如泥。在送他回家的路上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的是预知梦，预感老白即将出车祸。虽然他不喜欢他，但毕竟是条人命。他过去把老板拉到一边，老板险些就撞上了。他刚松了一口气，转身的瞬间，老白却被摩托撞飞了5米。他又一次从床上醒来，急忙抓起桌边的闹钟，发现时间又回到了11月7号。早晨到公司，一切再次重演。他摸清了规律，等聚餐结束，老白必死，然后时间重置到11月7号。虽不知这一切为何发生，首要任务是打破时间循环，确保老白安全度过这一天。他记下了所有危险的地点，指导老白站在安全区。下一秒，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不愿轻信命运，决定制定数套应对计划，看看谁更会玩耍。老白刚要呕吐，那女人立刻捂住他嘴，不让他吐，直接吞下去。路上总发生意外，女人就在聚会上让他喝多了就不用走路回家，但结果还是没变，死于急性酒精中毒。喝酒真是惹麻烦，干脆别让他去聚会。结果在家突然死亡，这人完全崩溃了，只好使出最后的手段，把喝醉的老白送到警局，请求警察让他留一晚。结果自己被关进了牢房。老白出门的时候，路人擦肩而过，撞到了花盆，尝试了无数方案，但没有一次成功。女人彻底绝望，老白似乎铁了心不想活，什么办法都救不了他。时间久了，女人也渐渐接受了现实，既然没有未来，不如享受现在。但每天面对这样的老板，实在是太苦了。他毒舌刻薄，自私又小气，动不动就训斥下属。在他看来，除了自己，别人都没用。怀2胎的员工因电商故障迟到5分钟，结果被扣了1天年假，还在不停地受到责骂。任何公司活动的失误都归咎于他。作为组长，他总是第一个把责任推给别人。而这位女士，每天都要忍受老白的无休止训斥，快要被逼疯了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老白又一次把责任推给了孕妇同事，甚至要求她主动辞职，说孕妇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。听完这些，李璐实在忍无可忍，反正明天一切又将重来。今天他决定好好教训这个笨蛋，一开口就是对老白家人的不敬，把所有积压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。李璐还嫌不够，一把抓住老白的衣领，质问他究竟是不是人，他凭什么看不起孕妇？今天他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。旁边的同事们都看傻了，完全震惊。李璐却毫不在意，反正过了今晚谁也记不得。谁知醒来后，意外地迎来了新的一天。这下尴尬了，他好不容易打破了时间循环，却一点也不开心。之前循环了无数次，都乖乖忍着。终于他爆发了一次，在公司狠狠地教训了老板。没想到时间居然恢复流动了。第2天去上班，电梯里的同事都躲得远远的，都怕被老板的怒火波及。大家都在期待接下来的戏码。老白捂着脖子，满脸怒气地走进公司。老白在那儿大声吼叫，女士只好默默承受。这时候大老板忍不住了，带他们去吃豆腐缓和气氛。老板想要调解矛盾，可老白还是不接受，理由还真是古怪，只看这脸就这么自信。他坚持要女士公开道歉，这样事情才能算完。女士感到很无奈，毕竟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为了保住工作，她只得妥协。于是在周5早上当众宣读了自己的道歉信。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得志。老白听着道歉信洋洋得意，之后他的行为彻底惹怒了女士，居然当众批评李璐，挑剔他的文笔。看着他那得意的样子，李璐终于爆发了。没想到的是，老白被他喷得节节败退，竟然被掉下的钟表砸中，当场死亡。女士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。李璐感到很困惑，他开始整理思绪，意识到只要他诅咒老白，老白就会当场死去，时间就会重置。李璐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做，可老白总是自找麻烦，看着他那副样子，估计连神仙都忍不住要雷劈。李璐在心里忍不住祈求老白早点完蛋。一位女生突然出现帮忙，老白又一次倒霉，李璐重新回到起点。这次他彻底懵了，无论是当面羞辱老白，还是心里默默诅咒他，这家伙总是立刻倒大霉。但李璐很快就想开了，眼不见为净。可这家伙像狗皮膏药似的，无论去哪，他的影子总是跟着，连吃饭时都不放过，一直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他只好去找专业医生求助，结果一开口就被当精神病。没办法，只好去修行，从佛教到基督教，从菩提到耶稣，努力让自己心静如水。
自己感觉还挺有些效果。他去找老白，想告诉他真相，可老白反手就把他送警察局，还当众说这女人迷恋他，竟然跟踪他到家，杀人的眼神藏也藏不住。李璐一怒之下冲上去，掐着脖子叫他去死。修行了那么多天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跟着老白的倒霉蛋，又回到了循环的开始。李璐马上又想到新计策，避不开，躲总可以吧？于是他去一家新公司面试，结果这公司更古怪，为了测试新人，面试官扮成路人求助，12借东西，跟人吵架时被推倒了，结果直接倒在地上。这装修课的测试真是千奇百怪，其他人都在忙着准备面试资料，根本没人理他。到了最后才发现，那个怪人竟然是面试官。一进门，面试就已经开始了，考察的是品格、合作精神和应急反应能力。显然在场的都是些书呆子，没人通过面试。女人无语地离开了新公司。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老白被电了，他又进入了循环。不用说，老白又倒霉了，但他真没想到他会死。这次倒给了他第2次面试的机会。凭借之前的经历，这次他主动帮了面试官。垃圾一落地，他立刻冲上前来说让我来。在最后关头，那男的准时晕了。他镇定自若，进行了专业的心肺复苏，加上几个耳光，最终把面试官弄醒了。没空听他们夸奖，女人急忙赶往前公司的大礼堂，想看看老白到底怎么了。一进门就看到老白拿着麦克风，当场被电死。可恶的循环又开始了，毫无先兆。女人第3次参加面试，没废话，迅速完成了任务。而前公司的会议还没开始，终于成功找到了工作。她渐渐发现，一切不过市场骗局。公司还标榜自己多道德、多团结，看到同事遇到困难，除了嘲笑和鄙视，谁也不愿意伸出援手，见不得不公一声吼。李璐对这些伪君子不买账，直接开骂，骂完就潇洒走人。这次他要弄清楚老白的死因。当他看到他的演讲稿，事情真相大白。听了这话，他顿时明白了，之前老白的死与自己无关。他在公司大会上公然批评所有管理者，他的批评不针对个人，除了自己，在座的都是废物，连老板也不例外。他的话惹怒了所有人，同事们都诅咒他倒霉，然后他真的被电死了。他这才明白，无论谁诅咒老白，他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不论是辞职还是移民，都逃不开这个男人的阴影。纠结许久，他终于决定要面对这个时间循环。首先确保老白不会被咒死，他让俊浩去关掉投影仪。在老白要发表演讲前，他把复印的文件从高处扔下，文件上写着冻结年薪、削减福利、平均分低于3分直接劝退，这都是社长的决定。公司最近准备上市了，为了降低成本，他决定削减员工福利。正好这时候有人事调整，社长直接任命老白做监事。大家都知道他自私冷血，让他来打分，很明显很多人都会被开除。没想到他做起事来真狠，连领导也不放过，除了他自己，其他都是低分。现在所有人都提前知道了文件内容，这直接转移了焦点。这和老白没关系。李璐原本想阻止老白，但他忙着准备上台演讲，别无选择，他只得动手把老白打晕。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他也装晕倒了。最后2人一起被送医。第2天刚到公司就发布公告，要找出泄露文件的人。人心惶惶，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。老白靠自己的聪明已经猜到是李璐，他打算去举报。不管李璐怎么解释，老白就是不信，坚持要去告发。李璐没办法，只能采取极端措施。就在他说出去死的一瞬间，隔壁的复印机突然爆炸了。这一幕反复上演了多次，试过无数方法，这家伙就是不听。正当李璐想要放弃时，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，时间开始循环。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死亡，墙上的钟突然掉了下来，无数画面涌入他的脑海。老白开始慌张起来，这些场景他似乎都经历过。明明死了那么多次，怎么又安然无恙地坐在这儿？他急忙把出现最多次的那个女人叫到天台，询问她到底是谁，问她为什么每次事故都有她在场。听到这话，女人激动地抱住了他，解释说他们陷入了时间循环。李璐乐得不得了，觉得老天终于睁开眼了，因为每次老白遇难，他都要被迫重新开始这一天。这一天已经重复了无数次，他感觉自己都快疯了。现在终于有人可以陪他了。对这个解释，老白显然难以接受，但李璐清楚地记得每一次老白的死亡地点和过程。老白虽然震惊，但还是觉得不可能，除非你能拿出证据来。李璐笑了笑说，这很简单，经历一次循环后你就信了。随着一声去死，地板突然裂开，老白开始坠落，下一秒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床上。闹钟显示着21号，电视里播放着熟悉的天气预报。
老白立刻汗如雨下，看来这个时间循环是真的存在。老白来到公司，吓得瑟瑟发抖，用杀虫剂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然而李璐的一句话彻底击溃了他：老白有事就去看医生吧。结果和李璐一样遭遇，被当成疯子赶出了医院。老白最终接受了现实，他问李璐到底该怎么办，才能结束这个糟糕的时间循环。李璐笑着说：这很简单，每次循环的根源是老白被人诅咒，只需要稍微控制下自己的言行，不要那么尖酸刻薄，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这样就能每天安稳的度过。老白觉得这很容易，既然别人赶不上自己的步伐，那就自己稍微低调一点，尝试和大家打成一片。第二天，他在公司电梯里看到了平时不会搭话的女同事，老白主动夸奖她的大波浪发型，女同事既惊讶又暗自高兴，没想到毒舌老白居然会夸人。但电梯门一开，老白又控制不住的评论，说他眼妆像熊猫嘴唇，像生吃耗子一样，这妆真不适合你，快点换一个吧。最后还补充一句，这是真心话，不用谢。电梯门关上后，只听到女人的骂声，老白自认为打了个小胜仗，同时自夸道：这点小时间循环算什么？到了中午，老白还特意和员工们一起吃饭。用餐时，他注意到对面女孩拿筷子的方式，忍不住立刻就给出了善意的建议，告诉她那样拿筷子不对。说完还亲自示范了一遍，气氛顿时变得尴尬。李璐一直强调要善待他人，没想到老白更加得寸进尺，说拿筷子的方式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教育程度，连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好，工作能力可想而知，难怪一直是合同工。女孩被说的都快哭了，老白还在那里絮絮叨叨，幸亏李璐及时打断了他，这下他应该明白了，老白认为是善意提醒，其实就是无情的揭露别人的短处，这样下去永远无法打破循环。他赶快把老白拉到一边，提醒他给出建议是好的，但过于直白就显得多管闲事，逼人太甚，说话要注意分寸。老白似乎有所领悟，但想要改变已经晚了。公司正在进行改革，首项就是让员工评价组长。不意外的，老白得了0分垫底。公司决定把他调到偏远的炸鸡店做经理。老白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，看来只能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。时间循环既是利也是弊，普通人进入时间循环都在享乐，整天只知道享受，他居然还想去公司上班。老白想弄明白，自己这么努力工作为何被解雇。他悄悄溜进社长的办公室，展示手里的包包，说这是他的秘密武器。社长吓得以为老白要跟他同归于尽，急忙劝老白别做傻事，现在道歉已经太晚了。接着老白从包里掏出东西，原来是几块示威牌和一个手机。老白开始现场直播，公开控诉领导的无作为，显然这并没有什么效果。老板直接命令保安把老白拖出去。老白走之前使出杀手锏，开始痛骂旁边的女高管。正在约会的李璐一头雾水，怎么又回到了循环的开始？而老白显得很兴奋，他觉得终于可以打破时间循环了。回想起昨天，社长似乎在和女高管说些什么，这次他带来了很多记者，想要给社长一个大曝光，但来得稍微有点晚。老白邪魅的一笑，果然时间又一次进入循环。李璐完全懵了，每次约会的关键时刻总是被打断，老白到底在搞什么？这次约会刚开始，他就打电话试图警告老白，没想到这通电话竟然暴露了老白的位置，他竟然提前躲在办公室的柜子里。幸好他已经听到了老板的阴谋，这个被请来的女高管表面上说是企业重组，实际上就是打算裁员，但直接解雇有风险，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员工评分系统，评分低的会被调到直营店，然后找点借口顺势关店，一箭双雕。老白用老招对付他们，试图激怒社长让他爆粗口，但周围都是员工，社长忍着没说脏话要保持形象，直接派人把他送到警局，今晚就关起来，听说要在警局过夜。老白突然慌了，如果今天不能重来，自己以后该怎么办？老板肯定不会放过他。老白赶快求周围人骂他去死，大家以为他被调走后精神出问题了，安慰他说无论多伤心也别伤害自己。老白哭笑不得，只能急忙给李璐打电话求救。这已经是李璐第3次约会了，他真想说那句你是个好人，但老白不给他机会，反而骂他笨蛋。李璐一下子怒了，气冲冲地说去死吧。时间又回到了29号早上，李璐这次直接在门口等着，他想弄清楚老白这2天都干了什么，为什么会死得这么频繁。知道了公司的狡猾行为后，李璐鼓励老白坚持和公司斗争，现在得赶紧去店里上班，努力工作，将来一定能东山再起。但老白对公司彻底失望了，不上这班也罢，路不想让他走，还是老白这张能说会道的嘴，换个公司可能死得更频繁，至少这里的员工还算正常。加上自己的努力，
总有一天能打破这个循环。在李璐的鼓励下，老白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开始在炸鸡店认真工作起来，但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。女高管带队突击检查，结果一塌糊涂。他决定立即关闭这家店。这家店已经连续6个月垫底了，越开亏损越大，而关店的申请还是老白自己提交的。老白想起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店，他确实建议过关闭店面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。作为市场部的组长，他有能力扭转乾坤。女高管给了他2周的时间，要求他把业绩提升到上个月的2倍，达到就不必关店。老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。正当他准备大显身手时，店员们却集体罢工了。他们依靠这份工作生活。新来的这个经理什么都没做就提出关店，既然你都要走了，那我们也别干了。但老白没有因为这些挫折而放弃，他一个人也能开店。他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即使遇到难缠的客人，老白也总是保持谦逊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和客人起争执。他始终记得李璐的话，在店里不能和客人发生冲突。老白真的开始变了，他第一次控制了自己的情绪，也没有反驳任何人。李璐看着老白，心里还是挺难受的，不管是为了自己，还是想打破时间循环。这次老白真的很努力了，但他一个人确实挺难的。于是他邀请李璐来店里帮忙。看到老白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李璐就答应帮忙了，顺便还让老白签了份保证书，保证以后都听他的安排。隔天李璐就主动申请调到直营店，科长俊浩也一同前往，正式开始行动。女高管和其他组长都在旁边看好戏，他们觉得老白只会坐办公室，认为这家店没救了。然而突然家里开始封店，食材订购量是平时的3倍。原来店里开始搞促销活动，第一天的活动就是疯狂降价，今天全场5折，第2天只要喊出朋友的名字就可以享受半价优惠，第3天带着家人来就全场半价，第4天遇到下雨天配上炸鸡全场半价。这样的活动持续了2周，最终验收的日子到了，女高管带队准时到场。老白拿出了销售报表，和上个月对比，销售业绩提升了25倍。女高管依然坚持要关店，因为这2周店铺亏损了。老白毫不慌张地拿出手机，居然用文字游戏扭转局面。女高管顿时汗流浃背，如果真的关了这家店，其他门店肯定会去总部投诉。现在对老白真的没办法。老白趁势追击不放，开始公开批评女高官，但话说的可能有点过。女高管气得不行，差点脱口出那几个字。老白吓得心跳加速，难道这几天的努力又白费了？关键时刻李璐站了出来，一下子把女高管撞开几米远。有个客人对服务员不轨，服务员躲开后不小心打翻了酒，没想到这人更加无理取闹。被人发现后，这人不仅不害怕，反而更加嚣张，大声叫嚷要见经理。但老白不会纵容他，几句话就让这人哑口无言。这人恼羞成怒，竟然推倒了挡在他前面的露露。老白这下真的爆发了，直接把这人踢出了门店，顺手拿起盐巴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。不巧的是，一直想找老白麻烦的公司高管立即派人送来了解聘书，店里的员工都急了。老白担任经理期间对他们确实很好，他们不想看到老白这样被不公平对待，于是一起去找总公司，希望能为老白说情。结果他们被保安赶了出去。当大家都束手无策时，揭露色狼的视频竟在网络上火了起来。原来那天有个顾客把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，并上传到了网上，一下子老白就成了英雄，被誉为保护员工的好老板。网上的支持铺天盖地而来，甚至有不少粉丝特地跑到炸鸡店，只为能亲眼看看老白。就这样顺势成名了。老白不仅成为了整个连锁的形象大使，在外界压力的推动下，总裁无奈只好把他调回总部，名誉全灰。这次洋洋得意的回归，对此老白最感激的人是露露。转眼到了午餐时间，老白神秘兮兮的，在老白看来，露露这么帮忙，不是喜欢他还能是什么？但这时的露露却完全懵了，她其实在想自己和小帅的事。老白又误会一场，他鼓励露露勇敢表达自己，毕竟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之分，感情嘛，最重要的还是真心。露露听了很是感动，说自己会尽量勇敢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自认为已经成功的老白拿着花束出现在露露家门前，谁知道就在这时，老白一路小跑过去，却看到露露和小帅在游乐场开心的约会。他气得把手里的花狠狠扔了，简直不敢相信露露居然不喜欢我。而露露和小帅越玩越开心，他们在浪漫的旋转木马上，情绪越发高涨。小帅突然把露露抱进怀里，看着2人越走越近。就在他们准备接吻的瞬间，老白一把抓住路过的胖哥，胖哥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裤子已经冒老白给扒下来了。时间循环启动，露露和老白瞬间回到了今天早上。露露快要炸了，这个讨厌的老白到底想干什么？看着他突然扯下路人的裤子，结果被一拳打飞。
谁知下一秒，时间又回到了早上7点。原来老白和露露被困在时间循环里，只要老白被骂，下一秒他就完蛋，然后时间就回到了早上7点。这次他故意制造事端，目的就是让时间循环，想要破坏露露和小帅的约会。一头雾水的露露气冲冲地找老白问个明白，谁知老白比他还激动。露露满脸无奈，我和小帅谈恋爱，怎么扯到你头上了？听老白啰嗦一大堆，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老白多心了。露露气得半死，老白面对这样的直接拒绝，顿时怒从心头起。这次露露真的没忍住，时间再次循环，转眼已是第17次，不停地重复和小帅的约会。露露得时刻防备老白，已经开始有点神经兮兮的。小帅看着这样的露露，以为他心思不在他身上。露露还想解释，可小帅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时间再一次循环，这次露露真的受够了，他主动去找老白。老白还以为露露要投降，没想到露露完全不买账。喜欢玩时间循环对吧？这次我陪你玩个够，快点，我们出发。两人都傻眼了，本应是老白狗蛋，两人一起进入循环，怎么没有反应？他们试了好几次，不管露露怎么责骂老白，意外的一切都好。这下他们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们已经脱离了循环。露露突然笑了出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回到公司后，露露完全把老白当成了陌生人，甚至连眼神都不给。老白一开始真的很生气，但渐渐的他开始反思，回想和露露的那些循环，他变得心不在焉，因此被上司严厉的训斥了。那天晚上，老白茫然地坐在公交站，最后他决定给露露打个电话。此时露露正要和小帅看电影，他本打算直接挂电话，没想到老白一开口就是道歉。正当老白道歉时，他突然感觉不对，发现后面有辆车似乎在跟他。他说完就转身跑了。露露立刻反应过来，他丢下小帅，急忙往老白说的地方赶。露露一路狂奔，终于到了，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老白倒在地上的眼睛。露露突然慌了起来，她怕老白出了什么事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露露急忙跑到医院，一看到满脸伤痕的老白，原来那辆车把老白逼进了死胡同，车差点就撞上他了，但不知为何车突然停下。老白因为太慌张，没能看清驾车人是谁。但此时此刻，老白看到急匆匆来的露露，心里的老问题又犯了。他问露露是不是喜欢他，否则为什么这么焦急？露露听了很不高兴，他质问老白，难道感情就能一言以蔽之吗？然后他起身想要离开。老白也站了起来。他们刚从时间循环中逃出，没想到老白被神秘人盯上，差点就被车撞死。自从这次死里逃生，老白对露露的爱意更深了，甚至在办公室见到他，感觉他浑身散发着光芒，让他的心跳得厉害。他们一起吃饭时，露露随意地撩了撩头发，老白看到后脸立刻红了。直到下班时，露露终于察觉到了老白的异常。他以为老白是因为被追车惊吓，所以还没从中缓过劲来。老白现在彻底被迷住了，已经无法直视露露的眼睛。但露露的提醒让他警醒，谈情说爱不如先解决问题。他们需要找出究竟是谁在暗中针对他。两人开始详细分析，但还是一头雾水。老白以前不讨人喜欢，敌人不计其数，但谁会想要他的命？第二天，他们决定查看监控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没想到这时老白的手机响了，他快速拿起手机，来电显示未知，显然对方知道他们在调查，这人肯定就在附近。老白立刻冲了出去，他跑到大厅，四处环视。此时2楼上，一个黑衣人突然扔下花瓶，老白及时闪开，花瓶在露露旁边砸碎。两人马上抬头，忍着疼痛，老白愤怒地冲上2楼。到底是谁？居然敢这样对他？这事情太严重了。小帅很快找到老白，他询问老白是否被人盯上。老白这才反应过来，如果真是冲着他来的，他最好离露露远点，以免他也受伤。不一会儿，老白到了医院，上班的露露很担心，他问他是否抓到了凶手。老白思考了一下，对露露说没有凶手，是打扫卫生的阿姨不小心打破的花瓶，还告诉露露不要多想，可能是他们俩想多了。之后老白开始刻意避开露露，没想到第二天，一群记者突然闯进公司。老白看到照片，立刻认出了那个叫贤真的女人，以前确实常常被他责备。这一刻他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才真正意识到过去的自己有多糟糕。老白急忙赶往医院，想去看望一下贤真，但贤真的家人坚决拒绝。这时一位女同事向老白透露，原来贤真因为工作做得不好，经常导致整个组都被老白责骂，所以其他同事也不喜欢他。正是这种环境逼得贤真最终离开了公司，甚至离职后还陷入了抑郁，心情一直很低落。这段时间
老白的改变让人刮目相看，他的下属几乎都愿意为他辩解。尽管贤真的家人不让老白探望，员工们就轮流守在医院，希望能改变他们的看法。终于有一天，露露来到了医院，恰好遇见贤真的父亲。没想到，贤真的父亲竟是公司的保安大叔。露露不断请求他，让老白和贤真见一面。第二天，贤真的父亲给老白发了一条短信，约他到天台见一见。老白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露露，露露还挺高兴，觉得问题总算可以解决了。很快，老白就来到了医院的天台。没想到，大叔一开口就让他站到栏杆上。这时，小帅找到了露露，对他说：“保安大叔一直都在找老白的麻烦。”露露立刻慌了。老白按照大叔的要求站上了栏杆，谁知大叔让他跳下去。此时，他突然摘下口罩，老白也傻眼了。他没料到，保安大叔竟然是贤真的爸爸。大叔开口说，自己女儿的不幸全是老白造成的。自从读了女儿的日记后，知道了老白是元凶，他就潜伏到公司当保安，一直想找机会报复老白。看到老白陷入危险，露露及时赶到了，她冲上前想把老白拉回来。老白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危险，眼泪汪汪的露露恳求大叔停手。他说他这么做只会让真贤更难过。就在这时，警察赶到了。大叔看到警察来了，立刻慌了，不顾一切的想推老白下去。露露急忙上前拉住，在推搡中，老白被拉了下来，露露却不慎掉了下去。画面突然转变，老白坐在急救室外，满是悔恨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露露肯定不会有事。这时他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未听的语音消息，是露露发的。露露从不觉得老白是坏人，这就是他一次又一次帮助老白的原因，希望老白能改变。听着露露留下的这些话，老白泪流满面。这时医生走了出来，老白急忙问起露露的状况。这个男人像疯了一样冲向马路，他不是想自杀，而是想再次进入时间循环。不久前，老白和露露终于逃出了时间循环，可是几天后，露露为了救老白不幸坠楼身亡。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老白在马路上胡乱冲撞，很快他被周围的人送到了警局。看着时钟渐近午夜12点，老白越来越疯狂。如果今天不能进入循环，那露露的死就无法改变了。老白颓然坐在地上，随后他大声要求来看守的人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样时间就能倒流。但常务看着他满是心疼，他以为老白是因为露露的死而崩溃，所以说出了这种疯话。很快老白被释放了，他开始疯狂研究时间循环，只要找到循环的规律，他就有可能重新进入并挽救露露。他开始回忆第一次进入循环的情形，每次循环的契机都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马路边的大屏幕突然播放起了贤真的新闻。阿玛奥西，这个时间不就是他第一次进入循环的时候吗？老白立刻感觉找到了救命稻草，真是太巧了。他和露露能进入循环，可能真是因为贤真。也许再次进入循环的关键就在贤真那里。但贤真的家人恨老白入骨，他们认为是老白害了贤真，直接去找他肯定见不到贤真，一定见不到贤真。于是老白直接找到了情敌小帅，不管小帅信不信，老白把时间循环的事情全盘托出，并告诉他，现在他必须见到贤真。小帅虽然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带人去见了贤真的父亲。小帅承诺，公司会帮助贤真支付后续的医疗费，条件是让老白见贤真一面。就这样，老白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贤真的病床前，桌上正放着贤真的日记本。老白一页页地翻看，终于明白了自己在贤真眼中是多么可怕。那时作为组长，老白对贤真的要求很高，只要有一点错误，就会遭到老白的责骂。贤真逐渐变得对老白越来越害怕，他真的想把事情做好，但总是不能让老白满意。一次又一次，贤真最终崩溃了。每个夜晚，他总祈求明天别来。后来他去找了心理医生，遵从医生的建议，贤真决定辞职，忍受不了老白的嘲讽和同事们的冷眼，这些成了压垮贤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终于到了11月7日，那天贤真的公寓发生火灾，他选择了不逃离，而是留下，在日记本上写下诅咒老白的话。老白开始明白了，他之所以陷入循环，是因为这句话。老白翻到了下一页，或许是因为贤真的这个愿望，露露才会被卷入循环，帮他改变一切。老白终于想通了，现在他心中充满懊悔，曾经的他太过自负，从未真正关心过员工或他人的感受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的傲慢给别人带来了多少痛苦。老白握住贤真的手，说出了那句迟到的道歉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该受惩罚的人是他，而不是露露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他宁愿自己去死。眼泪滴在日记本上，然而似乎什么都没改变。茫然的老白走出医院，正巧看到街上
一个孩子坐在飞驰的救护车前，老白下意识地冲了过去，用身体护住了孩子。救护车近在眼前，老白脑海中一幕幕画面闪过，那些都是他与露露的经历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。也许死在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。老白从床上坐起，有点迷糊，他随手把闹钟关了，但闹钟上的日期吸引了他的注意。11月7日，怎么可能又回到这一天？他像疯了一样冲进办公室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他一直想念的人。还没等露露反应，老白就冲上前，紧紧抱住了露露。结果因为职场骚扰，被露露告到了社长室，费了好大劲才解释清楚误会。老白这才明白，虽然他回到了11月7日，但露露似乎忘记了之前的循环。夜晚所有员工都已经离开，老白还坐在椅子上发愁。露露失去记忆，他该怎么办？正在这时，老白突然看到墙上的时钟，他立刻想起今晚贤真的公寓会发生火灾。他二话不说，立即赶到现场。公寓已经着火，老白不顾一切，直接冲上楼去，在火海中把贤真救了出来。这次他成功了，贤真没什么大碍，很快在病床上醒来。他发现是老白救了自己，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而老白开口说，有些话他必须亲口说出来。贤真还没缓过神来，老白突然就跪下了。这时候老白什么也解释不了，他的对不起是为了曾经犯过的错，谢谢是因为另一个时空的贤真，让他能回到现在，也让露露重获新生，还让他这个曾经恶劣的上司彻底洗心革面。离开病房的老白觉得浑身轻松，仿佛重生了一般。第二天，员工们聚在一起讨论老白的改变，大家都觉得老白仿佛变了一个人。露露回想老白的各种奇怪行为，感到非常疑惑，难道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吗？老白在思考时间循环的事情，他意识到自己处于循环之中，是因为一些重复发生的事，那些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。他在想，如果露露也能经历循环中的事，或许他就能记起以前的事情，这样是不是就能唤起他的记忆呢？吃饭的时候，老白故意挤在员工中间，开始对实习生大声斥责，连筷子都转不好，还想怎么成大事？难怪你账都转不清。骂完后，老白期待地看着露露，问他有没什么想说的。露露完全懵了，我该说些什么好呢？第一招不成，老白又有新计划。开会时故意刁难露露，露露答不上来，老白就让他去广播室公开道歉。结果一番操作后，露露还是没能想起来，还拉上同事一起喝酒抱怨老白。大家一致觉得老白现在虐待人的手法越来越多样了，露露很可能是老白的目标。转眼又是一天，看不到任何效果的老白开始焦急，看来得使出杀手锏了。怀孕的小崔今天不小心迟到了，老白一阵邪笑，立刻叫他过来痛斥一顿，越骂越过分。其他同事都惊呆了，看到露露没什么反应，老白居然威胁要开除小崔。结果办公室依旧鸦雀无声，老白一顿操作猛如虎，露露却什么都没想起来，反而对老白的厌恶达到顶点。老白心里苦啊，说都说不出。难道自己和露露注定只能做普通同事吗？好不容易逃出时间循环，好让自己喜欢的人重生，结果这个人却完全忘记了和自己的所有经历。换作是你会怎么做呢？老白试了很多办法，但露露始终记不起来和老白在循环中的经历。老白开始感到绝望。这一天，公司突然发布了一个通知，所有合同工都不再续约。这个消息直接激怒了整个部门的员工。原本公司承诺会和这些合同工签订长期合同，相当于给大家稳定的工作，但现在为了削减成本，公司高层竟然反悔了，不用再续约，也不用赔偿1分钱就能一次性裁掉很多员工。已经完全变了的老白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件事？他毅然决然地挑起了大梁，决定成立工会来保护员工权益。看到这样的老白，露露突然觉得有点不适应。老白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员工利益了呢？转眼就到了第二天，老白正在忙着筹建工会，没想到昨天还义愤填膺的人们今天就都出现了，露露一个。露露看着这一幕叹了口气，没想到老白却笑了笑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突然出现了，叫他们两个出来一下。来到了办公室，常务在小帅的陪同下开始介绍。老白突然感到手足无措，难道小帅要来这里当主管？常务惊讶地看着老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白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很快，小帅开心地和露露打了个招呼，坐到了他旁边。老白看到这一幕，立刻紧张起来，看着他们俩谈得来。老白在心里安慰自己不要慌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这两个人才刚刚开始认识，还有机会。为了让同事们支持他成立工会，老白直接拿起了写有市场不老妖的标语，向所有同事表明现在大家都可以随意指派他做事。老板马上开始打扫和整理，忙着给大家倒茶水、整理文件，甚至一个人整理庞大的仓库。
看到老板这么努力，露露感到很是感动。组长看来真的变了。话音刚落，露露突然头痛的厉害，脑海中闪过片段，好像以前听过这样的话。露露正要说点什么，小帅突然打断了他。虽然有些困惑，但他没有多说。老白这段时间的表现，让大家都信服了，他确实改变了，愿意为大家争取更好的待遇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一切如旧，小帅和露露越来越亲密。看着他们重新互相吸引，老白感到有些失落。那晚回家后，老白想了很久，最终决定不再纠结。小帅和露露本来就应该在一起，自己太贪心了，决定放手，支持露露和小帅。第二天，老白找到小帅，拿出手机，小帅一头雾水，不明白老白为何要找他。老白看着小帅的反应，忍不住摇头叹息，看来自己还得亲自出马。那天晚上，他有条不紊的操作，把小帅和露露约到餐厅，然后找个借口离开。小帅和露露更加困惑了。转眼又是新的一天，露露坐在小帅的车里，正前往工会成立大会。车里的广播突然播报了一条新闻，报道说一名30岁女性从7楼坠下，被送往医院后不幸去世。露露听后头痛欲裂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画面，那些与老白一起经历的循环，露露全部记起来了。她急忙去找老白，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又陷入循环了吗？老白把关于贤真的誓言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露露被深深感动。老白没说那3个字，只说他想要报答他，强调活在当下的重要，只要露露能幸福就好。露露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同事们纷纷找上门来。原来在老白的努力下，所有合同工都团结起来，公司只得同意成立工会，以保障他们的权益。但露露却高兴不起来，心乱如麻，选择独自喝闷酒。老白找到了他。第二天醒来的露露想起了自己昨晚对老白说的那番话，突然感到无比的尴尬。他赶紧问老白自己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？哪知露露被老白跳脱的说法给整懵了，刚想说点什么，不料老白一把牵起他的手，不管是怎么样的，反正我更喜欢你，所以以后的他不仅仅要做露露眼中的好人，还要做大家眼中的好人。